来甘肃天水旅行，别忘去天水工业博物馆逛一圈。这家博物馆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的西黄大道边上，这是一条非常平整的大路。而博物馆所用的房屋原本是天水长城控制电器公司的老厂区，它于2017年开工改建，并于2023年5月18日，也就是去年的博物馆日，以天水工业博物馆的新身份正式向外免费开放。到现在差不多就开了1年。我是从南国寺打车过去的，路不是很远，如果自驾的话，博物馆附近就有停车场，但是没看到停车价格。参观前可以先看看导览图，展厅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，可以视为只有一个展厅。在进入展厅前，在入口附近能看到一个摇臂钻床，不过我当初在工厂的时候没接触过这设备。此外，门口还有一架飞机，这架尖叫5是训练飞行员用的教练机，也是表演选用飞机。如果先不进馆，在外侧转一转的话，能看到馆外还有火车头和旧厂房。这个自带大烟囱的旧厂房就是以前厂里的锅炉房。再看这2个火车头，黑色车头来自唐山机车车辆工厂，年份是1986年；绿色车头则来自大连机车车辆厂，年份则是1995年。看完外面的展品，我们来到展厅的入口，门口有预约二维码、营业时间以及讲解需用的价格。进门之后还能看到一个互动屏，可以预览一下内部展览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儿是甘肃省天水市的工业博物馆，这也是我所见过的最炫酷的工业博物馆啊！一会儿咱们就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这家博物馆的声光电效果还是比较到位的，我去过的工业博物馆也不少，但能做到这么炫酷的还是第一个。门廊附近展出了一些过往的机械设备，这台是1956年的苏联铣床，很老对吧？但我之前所在的钢厂在2016年还在用这设备，为什么2017年不用了？因为倒闭了。此外，这里还有上世纪70年代的车床，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爆床，这是天水机床厂自己的产物，看起来确实进步了很多。另外，在设备的身上能看到天水星火机床厂这个名字，咱们务必把这个名字记住，待会儿还会和它重逢的。接下来我们奔向后边的展厅，多数的博物馆都是从古代历史开始展览，没想到工业博物馆也不例外，这边是从拥有8000年历史的大地湾遗址开始说起的，只不过这边展出的古代工业品都是手工业品，这才是别拿豆包不当干粮，别拿手工业不当工业。不过这边大都是仿制品，所以这个模块一笔带过。真要看大地湾文化，我前面给大地湾单独出了视频，看那个更具体。沿着箭头方向往前走，这个位置算是给天水古代的手工文物做了个笼统的分类和介绍，简单看看就好。真要看古代文物，还得是省博、市博、大地湾博物馆或者城际博物馆。所以我们往前直奔下个单元，也就是近代工业，这才是重点。晚清时期被列强揍得鼻青脸肿的满清也想进步一下，于是便在西安机器局的底子上于甘肃建起了兰州制造局，专门制造火器。但博物馆里没说的是，兰州制造局几次易名，他躲过了日寇的轰炸，却没躲过军阀马步芳的洗劫。直到新中国时期，他才在官方的推动下重获新生。在辛亥革命之后，天水的民族工业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小高潮，很多天水的老字号都是从那个时代兴起的。复兴帽糕点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，根据他们的官方资料显示，在清道光年间便有了复兴帽这个牌子，可能是在辛亥革命后生意比以前更兴隆了吧。而很多其他的老字号如今已经查不到了，按照博物馆的记载，是在公司合营期间被合并到商场里了，那些往事俱已如烟飘散。后边有个区域还对天水山陕会馆做了展示，巧了不是？这地儿我还真去过。山陕会馆就在天水市秦州区，山西和陕西2个会馆是背靠背，距离龙城广场很近，这都是民国时期的古建。现如今这些建筑被改建成了一个小型的民俗馆，展出的是秦州的非遗项目剪纸。下个主题是天水的民族工业之最，我们来一一历数。天水最早的民营股份制企业是秉兴火柴股份有限公司，创办人哈瑞生于天水，在清朝做过知县，在辛亥革命后投身实业，也被誉为甘肃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。另一侧的空椅子附近是陇南机器局创办人孔繁锦的简介，其实他所创办的企业绝不止眼前的陇南机器局，一会儿咱们还能看到其他的。而陇南机器局则是天水最早的机械工业，它于1927年停产，并被改造为甘肃造币厂，以另一种形态延续着历史。天水最早的机器毛针织工厂是关泉毛织厂，这是一位四川人在天水办下的产业，创办于1939年，它也是天水第一毛纺织厂的前身。天水最早的规模炼铁厂是共济炼铁厂，这也是民国商人开办的产业。
在新中国时期，这里慢慢的就不炼铁了，改做水泥了，那便是后来的天水市小河水泥厂。天水最早的机制面粉厂是福新面粉厂，工厂的创办人正是实业家荣毅仁的大姐夫李国伟。这里也是天水当时最大、技术最先进的面粉加工企业，它也是天水面粉厂的前身之一。天水最早的皮鞋专业生产厂是集生斋，毕竟天水这边本来就是皮毛的集散地，那催生出皮鞋这样的衍生产业，当然也是正常的。这家创办于1944年的皮鞋厂便是天水皮鞋厂的前身。天水最早的电厂是开明电灯公司，刚才说过的孔繁锦便是这家电厂的创始人。不过那时候的电是给大商户用的，老百姓轻易用不起，不像现在电力和互联网走进了千家万户，那便是时代进步带来的新生活。天水最早的官办企业是陇南第一工艺厂，产品主要是漆器。在博物馆里边，从三国两晋往后就很少有漆器了，但在现实中，漆器是一直存在的，也是很多家庭的生活用品。至此，我们就看完了天水的工业之最。之后在抗战期间，天水一度成为了坚实可靠的大后方，因为东部已经大范围沦陷，很多懂技术的人带着物资和设备一路西迁，使得天水一地的工业发展得更加繁荣了。在解放之后，天水的工业史中又增添了一座巨大的里程碑，那就是天兰铁路的通车。这个指的是天水到兰州的铁路。对于大西北的建设来说，这条路自然是意义非凡，因为它彻底结束了甘肃不通火车的历史，所以拥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但在技术不发达的年代，施工难度可想而知。根据资料记载，当时仅用了27个月便打通了这348公里的铁路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从那时起，天水的工业发展更是强上加强，运力上来了，产品就更能打出去了。此外，博物馆还复原了当初的火车头以及天水车站的样子。我费了很大劲找到了天水车站的老照片，对比一下外景，确实是这个画风的，而内部的场景则更是能唤起一些莫名的回忆，恍惚真的穿越回了几十年前的老火车站一般。在1952年前后，天水市进入了公私合营的阶段，很多之前提到的老字号此时都被合并到了各种产业里，好处是可以整合资源，以及整合那些老字号掌门人所愿意提供的技术，而他们一手开创的基业如今只剩下了名字，留在了博物馆里，供后人往来观瞻了。而在这个阶段，天水的重工业和轻工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眼前这幅千手千眼观音，还有这幅踏雪寻梅图，都是天水丝坛厂的作品。如今看来都觉得工艺很精美，绝不是能轻易做出来的。再往后的历史是一段真正的峥嵘岁月，也就是三线建设了。所谓三线建设，其实是毛主席的一个构想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那就叫去中心化。当时新中国的工业成果很重要，但是比较集中，总不能让美帝苏修给我们一锅端了，所以要分散到三线地区。这个地图中颜色最深的地方就属于是三线地区了。当时有句话叫做好人好马上三线，备战备荒为人民，所以三线建设就这么轰轰烈烈的搞起来了。后面还有当时的工厂车间以及办公室的场景复原图，也展出了很多工厂里常用的工具。可惜我离开钢厂太久了，只记得一小部分了。这些东西叫做丝锥，是用来过螺纹扣的，涂上油插进去转一转，可以让内螺纹扣更滑快。这些东西叫做角刀，是机加工那边用来掏孔的，一般用于精加工。而这些东西都是检验工用来量尺寸的量具。最后看到的是这些工厂的名字，这些应该都是三线建设时期的成果。然后我们准备到楼上继续参观，但上楼之前记得关注一下楼梯，每一层台阶上都有关于三线建设的历史记录。很难想象工厂里的前辈在登上这些台阶时，到底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。楼上的展区是天水三线工厂的诞生往事。虽然天水自己有工业基础，此外还有很多工厂是军方牵头建造的，但除此之外，东部各省的支援，尤其是东北三省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比如沈阳包建的天水星火机床厂，长春主持改扩建的天水红山实验机厂，沈阳抽调人力物力建起的天水风洞工具厂，以及沈阳搬迁过来的天水风洞工具研究所，沈阳搬迁形成的天水213机床电气厂，哈尔滨出人出设备筹建的天水长城精密电表厂，还有其他多处不能一一言尽，只有走进天水的工业博物馆才会知道，天水从未忘记过共和国长子的付出。再往后是关于工厂生活的展示，那时候的工厂完全是一个小型社会，里边的各种生活设施是一应俱全的，普通工人的生活条件也是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，而工厂里的叔叔阿姨就真的像自家亲人一样亲切，有事儿他们是真来帮忙。为什么我知道这些？因为我就是工厂子弟，
忆，有相当一部分童年时光都是在工厂里度过的。我曾经以为那样的生活就是永恒，但从没想过那个时代会结束得这么快，美好的日子也是一去不回。毕业后我也去了钢厂，但此时的待遇甚至不如我师傅当初带过的任何一个工人。至于后来我离开工厂，辗转踏上自媒体道路，一路屡遭奇遇，那就是另一段故事了。现在我们进入第5个单元，也就是改革开放，而龙年的主题展也被挤在这个展厅里。这个展厅里的时代解析实在是有点深奥，我看不明白，那就挑点好懂的内容看，也就是天水工业博物馆的建立。其实近代100年工业发展的历史与我们的联系是更紧密的，它确实应当被流传下来。而今的天水仍然是工业强势，很多昔日的工厂如今仍在当下发光发热，其中便包括熟悉的星火机床，还有刚才说过的风洞工具厂。而坚守其中的奋斗者更是在这新长征路上屡立新功，成为了新时代的工业先驱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天水工业博物馆。在今天的旅途中，我们看遍了天水市的工业发展史，也再次见证了那段辉煌的峥嵘岁月。如今的生活比起那时早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们如今的生活质量要归功于当下的新科技，但这一切的基础都是与工业息息相关的。没有上游下游产业，就没有芯片，没有光纤，更没有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发展。所谓不忘来路，矢志归处，或许看遍了过往的艰难时事，就会对现有的生活加倍珍惜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